男孩穿上黑丝袜，套上吊带背心，再穿上女生皮鞋，沉浸在镜子里无法自拔。而他为了能让自己变得更女生，甚至不惜拿起玻璃想要切掉腿上的胡萝卜。父亲对此很是不解，可男孩却说 ：“Get in the way. I wish that it would fall off. It's not gonna fall off, Maxine. It'll just get bigger, you know, like daddies." 男孩听完彻底崩溃，大叫着现在就要弄掉他。面对这样的儿子，父亲气得青筋暴起，可除了阻止别无他法。第二天，男孩又穿上了女生衣服，而父亲这次直接没忍，给了男孩一巴掌，然后就逃离了这个家。男孩为此感到了愧疚。往后的日子，他为了挽回父亲，每次和父亲见面时都会摘下耳环，换上男生衣服，陪父亲踢一场自己最讨厌的足球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他也到了上中学的日子，看着新买的男生校服，心中那叫一个别扭。学校里，男孩憋得难受，但也不肯踏进恶心的男厕半步，因此每天他都是湿着裤子回家。更糟糕的是，父亲这天还给他介绍了自己的新欢，而母亲见状，也给自己化上浓妆，准备外出和别的男人约会。男孩预感到自己的家庭即将破碎，无能为力的他选择了割腕自杀，而他的自残也换来了父母的破镜重圆。但男孩依旧接受不了是男生的事实，而家里也只有姐姐懂他的心思。于是他把弟弟拉进女生的舞队，虽然男同学都在嘲笑男孩，但他脸上终于有了笑容。放学之后，姐弟二人用全部零花钱买了一套女生校服，男孩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女生的，并且决定以后就穿着女装去上学。母亲担心儿子会遭到同学们的欺辱，而父亲则再次崩溃。My little boy, why can't he stop this? Why can't he just stop it? 再次的否定让男孩痛苦不已，变得更加讨厌自己的男儿身。于是他拿着玻璃来到浴室，这次说什么也得把那碍事的玩意儿弄下来。男孩拿起玻璃，想要割掉自己腿上的胡萝卜，好在父母及时赶到制止了他，但男孩却十分委屈，因为那东西正一点点发育长大，这让他感到崩溃。而母亲为了不让儿子继续伤害自己，竟然把家里的男生玩具打包扔掉，然后全都换成了化妆品，甚至还去学校申请让儿子穿着女生校服上学。等校长同意之后，男孩回到家立马换上了吊带背心，还穿上了黑色丝袜，再搭配上小裙子以及蝴蝶结皮鞋。母亲和姐姐还给画了一个流行的妆，他看着镜中的自己，那叫一个漂亮。父亲看着打扮好的儿子，虽然无奈，但也接受了下来。就这样，男孩第一次以女生的身份来到学校，可想而知，肯定少不了同学们的嘲笑。他们纷纷给男孩拍照，还发短信说他是个怪胎。虽然男孩并不在意，但他的父母却无比担心，他们害怕长期下去，男孩心灵会受到伤害，于是为他预约了专业的医生。而医生打算先从心理入手，但男孩却油盐不进，一心只想变成女生，甚至还说厌恶自己正在成长的身体。出于对孩子的考虑，母亲提出先用药物来阻止男孩的身体发育，以此来暂时缓解他的痛苦。而父亲则坚决不同意，但母亲心意已决，他打算前往美国去购买药剂。于是他骗男孩外婆说投资做生意，要来一张支票后，就瞒着所有人，带着男孩坐上了去往美国的飞机。而父亲得知这一切后，当即就选择了报警。妻子带着孩子去看医生，而丈夫则选择了报警，因为男孩一心想成为女生，所以母亲准备先用药物让他的身体停止发育。二人来到医院，医生问了男孩一个问题 ：Are you a caterpillar that wants to turn into a butterfly?I've always been a butterfly. Yes, you have, my God. Yes, you have. 男孩的首次检查非常顺利，3个月后，如果检查还是没问题，他就可以使用那种药剂了。可就当他们开开心心的回国后，还没走出机场，母亲就被警察以拐卖儿童罪当场逮捕。警局里，母子二人轮番解释了很久，这才化险为夷。当他们回到家，妻子得知是丈夫报的警后，他们二人大吵了一架。父亲不允许唯一的儿子变成女儿，而母亲则认为应该尊重孩子的意见，两人谁都不退步。当地的社会机构开始介入，他们发来了申请监护令，表面上是去保护男孩，但实际上是为了了解家庭情况，然后写一份总结报告，最后交给法庭决定男孩是否可以出国使用药剂。但在询问中，夫妻二人反目成仇，他们从孩子的问题上谈到了这么多年各自的缺点，开始互相指责起来。很明显，他们的婚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。然而母亲为了孩子，还是主动约了丈夫面谈。他们来到第一次约会的地点，回忆了很多恋爱时的画面。两个人能走到一起组建家庭并不容易，而双方也意识到各自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能让孩子活得开心，过得健康吗？他们互相承认了错误，并且达成了一致，不再干涉儿子的任何决定，无论他想变成什么，他们都无条件支持。最后，他们带着女儿，陪着儿子来到医院，在一家人的见证下，医生给男孩注射了药剂。虽然现在男孩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女生，但那一天迟早会来。跨性别不是疾病，他们只是男性的身体，住着女性的灵魂，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。